好，我们接着来录轻松教程。在上集我们做好了一些开战前的准备，这集我们就来讲一下如何最快速度消灭日本。为了最快速度消灭日寇，我们专门部署了2个一字长蛇阵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这个阵法是如何执行的。由于不是很急，我们可以先训练一会儿主力师。这边我们可以按住 Shift 键，然后点击这个演习。这样的话，我们部队就会自动演习到经验值满为止。我们部队的经验一共有5个等级，其中通过训练最多可以训练到等级3，所以我们在开战前最好全部训练成等级3。很快到了卢沟桥事变，这边我们直接选择我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。如果想拖时间的话，可以先不点，因为这个决议它会存在10几天，我们可以等这个时间快结束的时候再点。不过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直接点了。关于接下来国策的方向也给大家简单讲一下。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科研槽给它开了，剩下一个科研槽要等工业高于74。中间这条线拿军工我不是很推荐，因为它会导致我们通货膨胀。通货膨胀的话会有一些恶性的 buff， 我们需要点一些国策来解决。然后就是我们的外交线，这条线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示好来获得一些工厂。这边我推荐是点法国这条线，它能给3个军工还是挺多的。如果你想玩飞机流的话，那就和英国合作一下；如果想玩这个海军流的话，那就和美国合作一下。苏德方面的话，选德国多给2个军工，选苏联的话多给1个上将。最后就是全面抗战这条线了，这个需要我们消除军队腐败之后才能点，点的话给我们这个核心领土的攻击，方便我们收复故土啊。只不过一般还没点到这儿，日本就投降了。关于左边的民权民生2条线就是完全没有用啊，反而还有副作用，能不点就别点啊，不点也不影响我们。后期如果实在闲得无聊，可以点一下最左边这个，能拿1个科研槽，不过意义不是很大了。接下来就是等待日本进攻了。这边我们不用去防守啊，就让他自己进来，进入我们的包围圈。到这边可能很多人会注意到我侧面并没有进行防守啊，这是我故意为之啊，我要把日军的部队给它分散开来啊，把他的主力部队全部引诱到这个西北的荒漠里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待会儿只要把他前线的这些补给一断，他的部队就全部饿死在荒漠里面了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所有兵全部堵在北京这一块的话，我们可能前线一格要打4、5个日军的部队，这样我们就很难突破了。把他战线拉长之后，他可能每格只有1个师啊，我们想突破就突破。这边存的100政治点，我们再安排1个步兵部队大师。这样的话我们又多了10攻15防。军工机构则是先往产能上加，如果我们想偷懒，可以按住 Shift 键帮它提前选好啊，这样的话它就会自动往这个方向加了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特制队列也给我们归纳好了。这边在等待敌军进攻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先把元帅线给画好啊，选中我们的集团军群，然后按住 Shift 键再点前线。这样的话，我们靠近前线的部队就能先吃到这个作战准备加成了啊！还是解除所有部队的任务，防止乱跑。我们主力师全部放在石家庄这儿，所以日军肯定是打不动这个点的。他打不动这个点，他周围部队都没有什么补给啊，他的进攻性都不是很强了。然后在这个黄河的对面，我们也放了一些部队，主要是充当这个桥头堡。因为如果我们全部放在河对面的话，我们待会儿想过河会非常困难，因为有这个跨河惩罚。这边 AI 又造了新的部队在这边捣乱啊，我们赶紧给他要过来，不能让他阻碍我们的计划。日军的先头部队到了河对岸就没什么动静了，因为他们已经一点补给都没有了啊，这个部队全部是红补给信号。37年8月底的日军已然是强弩之末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开始反攻啊。反攻的方向很简单，我们的首要目的就是歼灭这个包围圈内的日军。
次要目的是直接夺回北京，断掉日军北面部队的补给啊，他这边补给都是北京这个补给站发过来的，所以只要把这一踩，他左边部队都要饿死啊。当然，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一条线一路从北京打到这个张北区啊，然后把这个一踩，这样的话就把北面的日军全部给合围了。接下来我们便可以开始执行计划了。由于我们有19个工厂在生产火炮，每天能生产 16.5 门，导致我们现在库存里面又有1000多火炮了。那我们把这个编制再给它改一下，把这个调整师也全部改成我们主力师的样子，只是差了一点防空炮。防空炮的话可以优先造啊，步枪也不是很缺。这边等主力师装备换一下，他现在刚改完编制，很多部队黄条不满，他这个装备并没有运过来。我们等他这个火炮填进来，我们再进攻。又原地休整了几天，时间应该差不多了，我们把部队调动一下啊。这边日军根本没有任何进攻性的，所以我们都不用留部队在这儿了，直接全部调走。实在不行，从侧面抽1、2个师过来看着就可以了。这些都是杂牌军，随便用。然后主力全部集中到桥头堡这边，争取我们一次性突破啊，一次性给日军全部拿下。然后这边的部队直接出发前往北京即可啊。为了保证我们主力部队的畅通无阻，我们最好2格一起进攻啊。如果我们外围有一格也在进攻的话，那我们内侧的部队就不会被敌军给牵制到。在开始进攻前，再把我们海上的这个补给线给它关一下，防止到时候从海上运补给导致我们吃不到补给啊。这边都是要关的，不然的话会被日军抓运输船。这边还有一个比较难受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火车被日本的飞机给炸了。这个 AI 它炸你运补给的火车优先度非常高啊，我们现在补给也不是特别足，这个不好解决。主要原因是这个火车太贵了，我们前期造的话太亏产能了，而且我们造的没有它炸的快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干脆就不要火车了。关于这个决议的话，我们目前决议里面已经找不到这个火车相关的决议了，而且这个反占领措施中的黄河决议大家千万不要点啊，这个点了就废了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正式进攻了，先进攻日军的侧翼，帮我们的主力脱困，防止被他粘住，然后我们的主力直接往天津方向冲，同时分出一些部队进攻侧翼，后续可以拉一些防守部队过来填个线。然后让时间走起来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目前部队的这个真实实力啊。我们部队软攻还是非常高的，而且是以多打少，所以是能打得动日军的。这边我们同时可以分出一个师来牵制，防止他这一格上的部队走到右边去增援他。这边依然是一个细节操作，就是当我们突破成功之后啊，敌军的防守部队是来不及填上来的。我们后续一些部队记得牵制一下他增援过来的部队，然后前线部队进攻时，我们不停的按住 S 键，把我们这一坨部队给它分散开来，通往每一个不同的格子。这样的话，就算他有其他部队从老远的地方调过来，走到这一格也会被我们牵制住。而且我们进攻的时候扩散的越大，对面越难堵这个口子，保持一个让对面一溃千里的效果。后续部队如果实在赶不上，我们再按 Ctrl B 让他坐火车到前线。本来这些部队就没什么组织度，所以不用在乎他们组织度什么时候恢复。大量的把主力师输送到前线啊，不给对面喘息的机会。然后这边侧面佯攻的部队已经不用管了，可以休息了。现在就是想办法不让
包围圈内的部队逃出去啊，尽量对他们造成一些牵制，让他走不动路。这次我们的进攻很顺利啊，最快速度走到了天津。不过这个日军的增援部队在海上啊，也是牵制住我们一点，不用管它。接着再去抢下一个港口，然后另外一些部队想办法去抢一下北京。这边基本上已经是完成了合围啊。他这些溃兵是没什么组织度的，我们继续追着打的话，依然是打得过的，所以可以追杀。包围圈内的部队，因为我们的后续部队非常多，所以可以先不吃。如果我们田线部队不够了，可以先吃饺子。这边他已经走不出去了，所以就不用再牵制他了。我们后续可以从侧面再调一些部队过来啊，把我们这个包围圈给它加厚一点，防止被突围。不过也没这个必要了，因为日军本身就很弱啊，他在这个37年就是很弱的状态。为什么弱？主要也是因为日军他也有一个 debuff， 就是对中国的这个战争态势啊，他前期是会减不少东西的啊。你可以看到，特定国家加成这边减了 25%。如果你玩过日本，你就知道了，他在决议里面要消的，一般要消个小半年左右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对日军进攻是最有利的？就是37年开战的这一瞬间啊，要把握时机。接下来就是最快速度扩大战果了。主力部队主要进攻方向还是张北啊，拿下张北的话，日军就全军覆没了。接下来的科技可以再研究一下火炮，加深一下我们的软攻，或者研究支援装备，这些都没什么区别。依然是有一个小细节忘了说了，就是我们拿下补给站之后，不要忘了把这个铁路线给它打通啊。就比如我们这边，本来我们济南是可以运补给到天津去的，但是这一格没有拿下，所以这一格还是要给它打通的。我们得先给它夺回来。不然我们前线一直缺补给也不是很好打。因为我们其他部队走的比较快，导致这支溃退的日军直接被拦住了去路啊。我们这边可以直接给他把溃军消灭掉。好，这边北京也拿下了，我们接着沿着铁路线一直打到张北去啊。这条路还是比较难走的，得速战速决。目前右边港口有日军驻守，我们不着急进攻啊，主要还是先断掉内陆日军的生命线，其他地区不用管，依然是集中进攻正面。AI 这边断我们铁路的优先级还是挺高的，就算我们给它包围了，它也会往这些方向突围啊，所以最好还是拿一些部队管着他们。还好我们有2条铁路啊，虽然正面的被断，但是我们侧面的铁路过去了，所以不影响。现在主力要往四周扩散啊，保证我们中间的部队畅通无阻，侧面部队有交战无所谓，尽量牵制住，把对面给粘住。像这种他溜过来的就会导致我们部队受阻啊，必须得给他打掉。然后我们听到了这个海军登陆的警报，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啊，显示一下他在哪里登陆的。登陆这个位置无所谓啊，我们只要把港口踩住就没事。他上岸两边的部队会夹击这个港口，我们这时候要做的就是从别的港口调一些部队过来。防止他把我们这个港口的部队包围啊！只要不吃包围惩罚，我们都是随便防守的。每个港口调几个师就够了，毕竟大家都是菜鸡互啄。目前又有100点陆军经验了，我们再在决议里面再改一次军队改革。
依然是继续操作正面的部队。就快到张北了，我们就要切断敌军的联系了。后续田线如果不够，再从侧面调啊，侧面几乎没有什么战斗，全调过来吧。这个西北地区啊，根本就没有任何威胁，甚至守港口的部队都可以调过来。这边他是拿不下港口的，我们只要不停的增援港口就行了。然后侧面没必要打他，围着他把他看住就可以了。他们都是武装战俘营，目前他们还有一些粮食，所以打得动。过一会儿他们粮食耗尽就没进攻能力了，我们就在这边默默的看着他进攻就行了。往港口填部队，港口打不下来，他们都是白打。好，到这边我们就成功拿下了张北。因为这个伪蒙古投降了，导致他北边的地也归我们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直接把敌军给包圆了，但是很亏。因为钢四有一个很离谱的设定啊，就是这些投降的国家他们会随机生成一个补给站啊，它这个补给站就生成在这个位置了，导致这个地区的日军是不缺补给的，这就很恶心了。不过也是一件好事，如果他把补给站生成在下方的话，我就难受了啊！本来这些被包围的日军突然又吃上补给了，我就没法打了。他生成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不管他。目前在国境内有一大一小两个日军的战俘营，这个大的战俘营比较难吃，我们可以先不管它，小的我们可以分一些兵力先给它吃掉，把我们这边的部队给它解放出来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正面的兵力给它汇总一下，然后我们集结到沿海地区来。目前岸上日军的补给只能通过大连和釜山这两个港口来进行运输，我们只需要快速夺下这两个港口，就能切断岸上日军的所有补给啊。这边顺便检查一下后勤，我们步枪多了1万多，然后火炮也快1000了，我们又可以做这个主力师了。这边我们就直接生产吧，生产12个师，待会儿要用了直接放出来，然后再生产一些普通的这些填线师，把线填一填。多余的工厂我们就不用再造更多的步枪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些工厂抽调出来，造一下我们待会儿要用的运输机，因为我们要用这个运输机来空降伞兵啊，空降一个师要50架运输机，所以我们只造50架。这边先给他把资源买上。这个时间点开始生产的话，待会儿等我们打到釜山，然后把这边的机场给它修好，正好可以空投日本啊。关于我们的将领，在开战之前已经给他刷出了步兵指挥官，那我们可以再给他安排一个步兵专家，这样的话攻击更高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吃饺子吧。开战到现在我们是损失了1万2，日军是损失了5万多。我们先把他这个登陆上岸的这些部队给他吃掉，然后在这个华北平原的也给他全部吃掉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兵遣将，我们把田线的主力师全部换成了普通的田线师啊，重要地区还是留一两个。靠近内陆的部分，因为没有补给站，所以是不太适合进攻的。我们最好从沿海地区开始进攻。我们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就是奉天了，只要拿下这个补给枢纽，我们接着想往哪打就往哪打了。当然，这个奉天也是一个硬茬，主要就是这个补给站设计的非常不合理啊。我们目前这个补给站离奉天有至少6格的距离啊，这6格我们补给肯定是不够吃的，一般打到奉天面前啊，就可能没补给了，所以非常考验操作啊。大家如果打到这一块没补给了，就不要硬打了，我们撤回来重新打几遍啊。这次由于我准备比较充足，我们应该是能一次成功的。这边来试一下啊。这次我们很轻松就拿下了奉天，可能是因为日军的主力师已经全部被我们围在了这个大山沟里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快速度冲往釜山和大连了。这边考虑到主力师可能快不够填线了，我们把这个冰箱里的部队啊全部放出来，直接招在最前线。新补充的12个填线师就是负责代替一下我们主力部队来填线，然后主力师的话继续冲啊。这个日军还是非常坏的，当我们部队全部在前线缺乏补给的时候啊，他突然登陆了一些部队来断我补给啊，他这个地方上岸肯定是要踩铁路的，我们就沿海这一条铁路还是挺恶心的，所以这时候还是把主力师调回来一些，把他这个登陆部队吃掉。这边还有几个师先给他解决了，然后主力赶紧回防，这些刚往前线填的就先回来吧，先把这边吃掉，不然铁路被断了，我们是打不了的。剩余部队就是继续去踩一下满洲国的胜利点啊，最快速度把这个伪满给它消灭掉。没想到这个满洲国也光速投降了，我还没有发力它就消失了。那接下来境内就只剩下一些日军部队的残余了，这些不用管它，我们直接上日本岛了。好，到了38年的1月份，我们已经成功拿下了釜山，接下来就是在南朝鲜这边修一个1级的机场啊，最快速度修出来，然后把这边的日军全部给它清除掉，不然它飞机会一直在这一块轰炸。我们只要给它全部清除掉的话，它飞机就调走了。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多的这些政治点也没什么用啊，决议也没什么好执行的，那就再开一个战时经济啊。很多人是准备直接开总动员的，但是对于校长来说意义并不大，因为他有这个谷物税啊，这个谷物税还是有那么一点离谱的。
能减30%的消费品系数。后面国策多的话可以点一下。很快我们在朝鲜的机场就修好了，但是日军的飞机还在这片空域执行任务，我们可以把这边的部队全部调走啊，全部调回去。这样的话，他判断这边没有部队，他就不会空炸了。然后就是随机从前线抽调一些部队过来啊，我们给它变成伞兵，准备跳伞。如果想节省一点这个伞兵人力的话，可以把这个伞兵设置成1营伞，这边3营伞也可以啊。当我们部队全部离开这片空域之后啊，日军的飞机也就不执行任务了，接下来就准备跳伞啊。现在才造了25架运输机，我们还得等一会儿。比较难崩的是，这个日军还有部队登陆釜山啊，无所谓啊，正好放上来，我们再杀一波。如果日军能一直这样送人头也挺好的，把他家里面部队全部派出来，待会儿我们跳伞上岛的时候就会轻松一点。如果实在担心日本家里部队太多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港口啊放出来啊，放给日本。这边我们不守了，全部给日本，看看他能填几个部队过来啊。到了4月2号，我们终于攒齐了50架运输机啊，这边运输机不用再造了，直接全部取消。多造1架都是浪费啊，毕竟这东西没有损耗的。然后就是我们伞兵全部移动到这个机场这边来，哎，他飞机又回来了，这个就比较恶心啊，100架战斗机。那我们再走，和敌军打游击战就是了。我们部队一离开他飞机就又不飞了，所以再调回来，反正就这么点部队。由于我们这个运输机的航程限制啊，我们能跳的日本港口就这几个啊，大阪这边有2个，然后广岛有1个，长崎有1个，主要就是跳广岛或者大阪。长崎这边一般都有人，当然就算有人也没事啊，我们可以先跳一个到小仓，然后把他这个长崎的部队给他吸引出来，然后我们再跳港口就可以了。这边安排一下跳伞计划，我们跳伞的时候一定要一个师一个师的跳，因为每个师要50架运输机，如果2个师一起跳就要100架了。这边伞兵指令选择一下自己要跳的机场，然后再右键港口即可。港口选择完之后，还剩下几个师，我们跳一下关键点啊，跳这些点能阻挡一下敌军增援港口的部队，还是非常有用的。全部设计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准备跳伞了。因为双方都没有飞机在执行任务，所以默认我们是有制空权的，我们这个计划是能直接执行的。不急的话，先等部队到港口啊，然后我们再全部启动计划。计划启动之后，我们要安排一下这个运输机，有的时候运输机效率不够，它会跳不出去，它这边自动执行任务了。不过看样子我们已经跳出去了，跳不出去的话，就把这个指向啊，随便找块地重新指一下，切一下它的任务效率就行了。既然广岛没有人的话，那我们直接上岸了。看样子日本已经没什么部队了。大阪这边有部队，有这么多潜艇吗？哎，不管了，能上岸几个是几个。其实还有一种妙招，就是我们上岸那种伊布师，然后直接上岸之后变身就行了。现在这种情况就很亏啊，很容易被日军劫运输船劫光了，这个也没有办法，能来多少来多少吧。先把港口守住。一次性损失了17个运输船啊，损失惨重啊，只能说有点难崩。这个比较看运气，有的时候日军的潜艇就没抓到你，有的时候被抓到了就要损失很多了。后续这些跳上来的伞兵啊，直接变编制吧，变成大编制，说不定能把装备补上。
然后又被逮了，这怎么一直被逮啊？这个也没办法了。给我留点运输船吧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蠢驴改过逻辑了，现在日军这么喜欢抓运输船吗？给我抓完了可还行啊，这么多潜艇全部出动了呀。面对这种极端情况，确实也没什么办法，只能说跳伞登陆还是不太稳妥啊，大家还是多造点运输船吧。有那么一点损失惨重了，而且这样一来，我们后面部队想登陆的话也没机会了啊，运输船不够用了。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这个上岸的编制给它改大一点啊，给它多塞点炮进来。目前我们炮肯定是不缺的，改成36宽，这样的话上岸的部队会耐打一点。只能说还好，这局我们把日军的全部主力都困在大陆上了，导致他家里面基本上没有防守部队啊。我们就算登上来的都是一些半残的部队，但依然是把他给跑掉了，差一点就要翻车成教学事故了，也没什么办法啊。现在这个钢四的 AI 越改越灵敏，导致已经预料到我们会澡盆渡海了，直接放了一堆潜艇在这边抓运输船。新手想要澡盆渡海的话，最好还是多搞点船坞，多造点运输船。我这局没有多造运输船，导致运输船被抓个2波就直接空了。当然，我们这一局演示的是一个很投机取巧的办法。正常情况下想打赢日本的话，我们完全可以和日本耗在这边，然后开始造船、造空军，直到碾压日本为止。如果这个系列播放量能超过10万的话，我之后再给大家做一下校长用海军正面打赢日本啊，就是自己从零发展海军，然后做出一个编队和日本决战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下谈判环节该如何处理啊。首先，蒙古国和满洲国的地都是我们的核心地，吃它要花的分非常低，我们肯定是要全部吃回来的，毕竟是收复故土。然后就是大陆上我们自己的地，千万不要忘了下面有一个台湾啊。非核心的敌国领土我们一般都是不吃的，因为吃掉之后我们要花很多的部队去镇压，完全是浪费我们的装备和人力。这时候我们就是选择第3个傀儡把他们变成傀儡国。变成傀儡国的好处是有很多的，比如我们现在把这个韩国和日本都给它傀儡掉，然后在这个添加战争赔偿界面我们可以让他们把工厂赔给我们，还是能赔到不少工厂的。正常情况下我们直接占领这些地区，因为没有这个顺从度，工厂是没几个的。这个直接赔的话，我们拿到工厂会多很多，然后资源开采也是全部拿到手。
这样的话资源就会到我们手上。这边剩下来的分数，我们可以把这些船全部给它吃回来。这局打的分正好够把日本船全部吃走啊！到这边我们就全部吃干抹净了。可能很多人是这个版图控啊，觉得打了半天不把对面吃成自己的颜色不舒服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我觉得是没必要这么着急的。我们完全可以先傀儡他，把他工厂吃过来。有了他的工厂，我们再给他铺一些什么基建之类的，降一下他的自治度。等自治度降到一定程度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附属国界面给它吞并了，能帮我们省不少事啊。好，谈判结束之后，这些没来得及吃的日本部队就会原地消失啊。我们可以在它消失前一秒看看有多少部队被我们包在大陆上了。这局应该是包了38个师在大陆上啊，让时间走那么一秒啊，他们就全部不见了。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舰队啊，基本上是把日本的舰队全部牛过来了，手上5个航母直接无敌。这个系列因为实在没什么人看，就先跟这么多了。如果校长想变成酋长的话，后续的进攻方向也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下。进攻方向大概有2种，第一种是帮德国的打法，我们直接正当化英法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和德国有相同的敌人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要到德国的军通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部队全部派到德国去帮忙打。打完之后就可以分一下英法的地了，一般吃英国的加拿大。加拿大吃到手之后，想打美国就很轻松了。另一种方案就是帮苏联打，如果不想德国做大的话，我们直接和苏联一起打德国，也是要军通过去帮忙打，然后吃几块德国的地，再从德国这边开始进攻英法和苏联。